4200万，这是人社部自己公布的数字。截至2025年3月，全国社保断缴人数已经超过4200万人，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 17.8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座养老金大坝出现了肉眼可见的缺口，而堵不住的水不会只淹老人，它会反冲回来，把年轻人一起吞没。更刺眼的是细分数据，25至35岁人群的断缴率高达 31.7%， 灵活就业人员断缴率更是飙到 38%。今年一季度，超过 23% 的年轻人主动选择断缴，比去年同期高出 8.6%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主动选择。年轻人用脚投票，向整个社保制度递出了一张死亡通牒，要么你崩，要么我们一起烂。灵活就业群体是什么？是这个时代最孤立无援的一群人，没有稳定的合同，没有固定的收入，没有在年终总结里出现的名字，没有晋升路线，甚至连办公室八卦都轮不到他们参与。他们唯一的标签就是随时可替代。当收入不稳定到连房租都要精确计算到天时，缴纳社保就成了一种奢侈。为了生存，他们只能断缴。而社保亏空，按国际惯例本应由财政兜底，可中国的玩法不是兜底，而是兜头一棍。最高法一纸公文，把自愿变成全民强制，不缴，那就等着被当成逃税犯对待。看似为了保障全民福利，实则变成了另一种变相征税。社保制度的问题不只是基数混乱、资金挪用、贪污腐败，这些都已经是见怪不怪的老毛病。真正致命的是通货膨胀。今天你缴1000元，10年后人民币贬值10倍，你领到的养老金可能只够买一个面包。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？去看看隔壁卢布，7、8年时间贬值了6、7倍，还没算黑市价。货币贬值比任何一次政策失败都更安静，也更致命。这一切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。当时海南刚建省，国企包办养老的模式已经压得企业喘不过气。海南的试点方案很先进，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结合，由地方政府统一筹资、统一发放养老金。几年后，国务院一声令下，全国推开，这就是今天中国现代社保制度的雏形。可30多年过去了，这套制度从没问过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谁来保证你的钱在未来还值钱？2024年，全国社保收入11.8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5.2%， 支出却是11.9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7%。这是近10年来首次收不抵支。换句话说，此时此刻不是国民需要社保，而是社保需要国民。更残酷的是，在全民老龄化的大背景下，这个缺口还会越撕越大。翻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全国有 7.34 亿就业人口，交齐五险一金的只有 1.71 亿人，不到1/4。体制外的 6.54 亿劳动力中，接近3/4没有完整社保。剩下那1/4，大部分也是按最低基数缴费，这在账面上看叫参保，在现实中叫骗自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国家不早点强制收取？答案很现实，制造业成本太敏感，小企业撑不住。民营企业贡献了 90% 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，如果你强制他们足额缴纳社保，意味着用人成本立刻上升 20%甚至更多。这种政策一刀切下去，很多企业会直接裁员，把岗位外包出去，甚至撤离中国。结果呢？稳定工作岗位减少，灵活就业人数暴增。而灵活就业者要交社保，就必须同时承担个人和单位的缴费份额，这简直是要命的政策设计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外卖员，如果要参保，
每月社保支出要扣去1000元，你的到手工资只剩4000元。当房租、水电、吃饭的钱加起来接近这个数字，你会去缴社保吗？答案显然是不会，因为你连今天的饭都不一定能吃饱，谁还有资格谈几十年后的养老金？截至2024年，全国灵活就业人数已经超过2.3亿，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9.8%，占城镇就业的40%以上。如果社保强制执行，这个数字会变得更恐怖，断缴人数只会越来越多，社保缺口也会越来越大。这是一场向下的竞赛，赢家只有一个，既不需要缴社保，又能享受国家资源的那小撮人。当制度的负担越来越重，最先被压垮的永远是底层年轻人。他们不是不想延迟满足，而是根本没有能力延迟。有句话很扎心，穷人不是活得短视，而是他们的现实太短。他们看不见未来，是因为他们的未来被今天的生活彻底抵押掉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的年轻人和老龄社保体系之间并不是单纯的对立，而是绑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这根绳一旦断掉，就是同归于尽。有一部电影叫《时间规划局》，在那个世界里，人类没有生理寿命，每个人从25岁开始计时，计时器上的时间就是你的生命。穷人每天拼命工作，只为了活到第二天；富人拥有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间，可以浪费，可以享乐，可以用100年去犯一个错。底层的人永远困在自己的时区，永远没有机会跨过去。这不是科幻，这是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真实写照，只是我们换了一个计时器，名字叫现金流。灵活就业看似自由，其实是失去议价权的代名词。在工地搬砖，在街上送外卖，在深夜的商场卸货，他们难道不知道稳定的工作更好？难道不知道五险一金能保障未来？不是不想要，是要不起。他们需要的不是1个月后到账的工资条，而是今晚能交房租的现金。根据2025年国家统计局最新抽样调查，全国有4.29亿劳动者月收入低于5000元，其中2亿人低于3000元。对这些人来说，社保不是保障，而是负担，因为他们缴纳的每一分钱，都意味着今天少吃一顿饭，少买一件衣服，少交一次房租。这就是所谓的穷人思维，不是他们不懂延迟满足，而是现实不给他们延迟的资格。延迟满足需要有积累的前提，可他们每天都是从零开始。而当一个人永远在原地打转，他就永远没机会踏到阶梯的下一格。再看另一边的金字塔顶端，他们的养老金、医疗保障、住房补贴全部由公共财政兜底。他们甚至可以合法性的不缴社保，却能享受远超普通人的福利和资源。他们不用担心通货膨胀，不用担心断缴，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避风港。这就是所谓的阶级固化，穷人的未来是今天的延伸，富人的今天是未来的缩影。社保强制化政策本意是为了普惠，但在执行中很可能加速分化。对中高收入的体制内人群是强制存钱，未来可以稳稳拿回本息；对低收入的体制外人群是强制交税，未来能不能拿到全看财政状况。这不叫普惠，这叫双轨制的合法化。更可怕的是，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矛盾正在被人为制造。老年人口迅速增加，养老金支出逐年攀升，财政缺口越来越大，于是舆论开始引导，是年轻人不交社保，害老人没钱领养老金。但数据摆在这，2024年养老金缺口超过1000亿元，而4200万断缴者，就算全部按满额基数缴费，也填不上这个缺口的一半。问题从来不是年轻人交不交，而是制度本身早已入不敷出。
这场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老年人需要养老金，年轻人要交更多钱，年轻人交更多钱就失去当下的消费力，失去消费力，经济更萎缩，经济萎缩，财政收入更低，财政收入更低，养老金更缺口。这是一个死亡螺旋，螺旋的尽头是整个制度的崩盘。那么，当制度濒临崩溃时，谁会先被抛弃？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，而是金字塔底端的大多数。当资源不足，社会会优先保那些重要的人，有权利的，有地位的，有关系的，剩下的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选择断脚。这不是反叛，而是自保。当你明知道一条船必沉，还要被逼着背上更多的货，那唯一能做的就是跳下去，哪怕是落到海里。根据2025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报告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.2亿，占比接近30%。到2050年，抚养比将从今天的3:1跌到1.3比1。换句话说，每个年轻人要养的老人不止一个，而且还是在工资停滞、物价上涨、岗位减少的前提下。你让他们怎么选？制度要求年轻人延迟满足，可现实逼着他们及时消费生存。结果就是年轻人不再相信未来，老年人害怕今天，社会信任彻底崩塌。最后把话说绝，在这个社保强制化的新时代，底层年轻人只有3条路可走。第一，拼命跳进体制内，哪怕一辈子端茶倒水，也比流浪在灵活就业市场安全。第二，彻底断脚，把钱用在活着这件事上。第三，离开，去一个社保制度还能兑现承诺的地方生活。4200万断脚者只是开始，等到这个数字突破6000万、8000万，甚至1个亿时，社保大坝就会真正决堤。那一天，年轻人和老登们的命运将被同一场洪水一起吞没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冰冷的现实。因为洪水从来不会区分你是穷是富，它只会沿着制度的裂缝一路淹到底。